坚持不到最后一口气。机动战士高达系战役推演第2集高达抢夺作战中篇。CE71年1月25日，来自扎夫特的劳鲁克鲁泽率领2艘战舰跟踪地球联合的马赛3级运输舰，来到了奥布的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根据已得到的情报显示，这艘运输舰的目的是来执行接收新型机动战士的任务。此时，地球联合和奥布共同开发的新型机动战士和大天使号战舰已于1月20日完成开发制造，现在正处于从曙光社制造工厂进行搬离的准备工作阶段，预计短时间内将搭乘大天使号前往地球，开始下一阶段的开发计划。于是基于这一个情况，由克鲁泽领导的扎夫特克鲁泽队迅速制定了夺取新型机动战士为目标的作战计划。而该作战计划的具体部署如下：首先，由阿斯兰·萨拉等人组成的特战队搭乘隐形穿梭机秘密潜入大天使号所在的矿区，然后设置定时炸弹摧毁矿区位置的秘密港口，由此切断大天使号携带机动战士脱离殖民星的路线。当完成了炸弹的部署以后，特战队从矿区前往新型机动战士所在的厂区进行待命。在定时炸弹爆炸的前10分钟，加莫夫号和维萨里斯号2艘战舰直接出击，并且派遣3架金恩出击作战，其中2艘战舰负责牵制赫利奥波利斯上的守备力量，3架金恩立即突入赫利奥波利斯内部，向新型机动战士所在的厂区前进，与特战队进行接应，然后压制运送新型机动战士车队的守卫力量，与特战队进行协同夺取新型机动战士。当取得了新型机动战士的控制权后，为其进行护送脱离赫利奥波利斯，返回到母舰上，之后便离开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来结束此次作战任务。到这里，抢夺高达的作战部署结束，接下来作战开始。由于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属于非交战方奥布，所以直接展开军事行动必然事关重大。虽然已经向 Plant 最高评议会做了汇报，但是军情紧急，克鲁泽还是做出决定，在没有最高评议会的授权下立即开始作战行动。于是就在地球联合的马赛3级运输舰进入赫利奥波利斯的时候，扎夫特的高达抢夺作战正式开始。为了尽可能避免被对方发现，克鲁泽指挥的2艘战舰没有过于接近殖民星，并且利用了附近的一颗陨石进行掩护。接着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由阿斯兰、伊扎克、迪亚卡、尼高尔和拉斯蒂等人组成的特战队搭乘隐形穿梭机率先秘密潜入赫利奥波利斯的矿区。由于隐形穿梭机具有低可视性和低可探测性，所以很顺利地靠近了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的矿区，完全没有人察觉到这2架隐形穿梭机的存在。然后在有间谍作为内应的帮助下，矿区入口的大门成功打开，并且在入口位置防止入侵的安保装置也被关闭，使得扎夫特特战队顺利地进入到了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内部。然后顺着通道，扎夫特特战队很快就来到了大天使号所在的位置。接着按照作战计划，在避免被内部人员察觉的情况下，特战队在大天使号周围安放了多组定时炸弹，用于破坏大天使号，防止携带新型机动战士进行逃跑。在把定时炸弹布置完毕以后，扎夫特特战队便顺着通道前往曙光社所在的厂区，然后等待己方金恩部队前来接应。当距离定时炸弹爆炸前10分钟的时候，处在外围的2艘扎夫特宇宙战舰便立即向赫利奥波利斯港口前进，并且对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释放了强大的干扰，完全不顾来自赫利奥波利斯的警告。紧接着，克鲁泽让已经待命的3架金恩立即出击作战。于是这3架金恩在弹射器的辅助下迅速完成出击，然后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向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飞奔而来。面对这个情况，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立即派出5架米斯特拉尔前往进行拦截，另一边立即向殖民星内的地球联合军汇报了情况。在得知扎夫特已经派兵前来的时候，大天使号舰长便安排纳塔尔巴基露露少尉前往厂区，通知马留拉米亚斯上尉加快搬离新型机动战士运往大天使号。同时迫于来自奥布的压力，开始加紧做好大天使号离开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的准备。而就在纳塔尔少尉没走多远，早已安放在大天使号周围的定时炸弹开始发生爆炸，其爆炸的威力十分巨大，几乎波及了大天使号所在的整个区域，使得大天使号舰长等多数人在内被直接炸死，甚至整个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都在发生剧烈抖动。
当殖民星恢复平稳了以后，处在港口位置的穆拉弗拉达上尉立即做好出击的准备。此时，扎夫特的金恩已经和5架米斯特拉尔接触并发生了战斗。由于双方之间的装备性能差距太大，一接触就有1架米斯特拉尔被直接击破。而为了尽快与殖民星内的特战队进行接应，3架金恩越过了拦截，直接向殖民星内部奔去。弹幕驾驶莫比乌斯零式和2架莫比乌斯很快在港口前进行了拦截。为了防止被扎夫特封锁在港口以内，地球联合军的运输舰也进行了出动。面对这个情况，扎夫特3架金恩做出了调整，留下1架金恩奥罗尔机进行掩护，其余2架金恩继续突进到殖民星内部，迅速突到地球联合搬运车队所在的厂区，与早已在那里等候的扎夫特特战队进行接应。接着，扎夫特的2艘战舰已经抵近殖民星，并且与剩余的4架米斯特拉尔开始交火。很快，这4架米斯特拉尔被扎夫特的战舰全部击毁，场面看起来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抵抗能力。而另一边的战斗，被誉为恩迪米翁之鹰的木仍在被扎夫特奥尔罗基死死缠住，使得木即使率领2架莫比乌斯也占不到什么便宜。毕竟扎夫特克鲁泽队的战斗人员基本都是比较拔尖的精英驾驶员。当木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成功沉重打击了扎夫特的奥尔罗基时，奥尔罗基便反过来假意进行撤退，给对方制造了自身损伤严重、失去战斗力的假象，以退为进的方式来引诱对方1架莫比乌斯进行追击，然后在途中瞬间杀了个回马枪，反手将这架前来追击的莫比乌斯击毁。而在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内部，2架已经突击进来的金恩已经抵达曙光社的制造工厂，趁着矿区被炸、搬运车队被堵住去路的机会，2架金恩一下子就摧毁了大部分搬运车队的车辆。面对扎夫特已经攻进曙光社制造工厂这一局面，马流立即让手底下人启动处于靠后位置的2架新型 MS 进行应对，而剩余残存的2辆导弹车则立即发射了激光制导导弹进行了反击，但均被干扰失去了作用，没有击中扎夫特的金恩。然后金恩转过头来，立即将眼前剩余的反击力量全部击毁。于是趁着搬运车队被压制这个机会，潜伏在一旁的扎夫特特战队立即出击，与搬运车队的残余守备人员展开了战斗。同样，扎夫特特战队的单兵作战能力十分强大，残余的地球联合军守备人员完全无法与其进行对抗。很快，已经搬运出来的3架新型机动战士被扎夫特特战队夺走。在对操作系统进行初步调试了以后，这3架新型机动战士就在其中1架金恩的护送下返回到了扎夫特的战舰上，而剩余的2架机体就由阿斯兰和拉斯蒂率领一部分特战队负责抢夺，但是遭到了马流率领剩余人员的强烈抵抗，使得作战行动的进展变得较为缓慢。而就在这个时候，来自奥布工业学院的学生基拉大河在前往避难的途中不幸卷进了这场战斗，结果一场爆炸堵住了他的去路，被迫跑到马流所处的位置。紧接着这个时候，扎夫特的拉斯蒂被直接命中身亡。在一旁的阿斯兰见状，立即选择进行突击，杀了过去。在击毙马流的战友后，马流自己也被阿斯兰最后一发子弹击伤了右手臂。正当阿斯兰拿出刺刀准备给马流致命一击的时候，基拉便认出了眼前的阿斯兰正是自己的挚友，而阿斯兰看到基拉时，也在这一瞬间停下了袭击的动作。还没等基拉和阿斯兰2人反应过来，马流便开始朝阿斯兰进行反击，迫使阿斯兰进行脱离，然后消失在了马流和基拉的眼前。而马流则推着基拉进入了新型机动战士的驾驶舱，接着将这架机体进行启动，继续守住仅剩的1架新型机动战士不被夺走。也就在这个时刻，一场来自曙光社制造工厂的突然爆炸，瞬间就覆盖了这2架机体所处的区域，一时间工厂以内的情况变得无从得知，使得这场殖民星内的抢夺行动陷入了停滞。当战场转移到殖民星外部，这个时候木与金恩奥罗尔基的战斗依然十分焦灼，但另一架莫比乌斯还是在反复拉锯的过程当中被对方歼灭，使得原本3对1的数量优势被这架金恩奥罗尔基消耗殆尽。这一下使得木的压力瞬间骤升，由此可见克鲁泽队的战斗人员水平是十分的高超，远比木之前遇到的扎夫特驾驶员都要强大。转眼间，阿斯兰和马流各自驾驶的新型机动战士再次出现，在与另一架由马流驾驶的机体一起出现后，便对在一旁的金恩驾驶员米盖尔·艾曼说明了情况。于是接下来米盖尔亲自对付剩余这一架新型机动战士，让阿斯兰调整完抢来的机体后赶紧返回到母舰上。但是在接下来的数次交手过程中，米盖尔发现要想消灭这架新型机动战士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这架新型机动战士身上装备了由大西洋联邦研制的相位转移装甲，也称为 PS 装甲。
该型装甲能够有效防御各型实弹武器和实体舰的攻击，所以米盖尔驾驶的金恩对其发起的攻击没有发挥作用。这个时候，阿斯兰完成了新型机动战士的调试，在启动机体的 PS 装甲后，机体的外观同样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个时候阿斯兰比较在意自己的挚友基拉，但在米盖尔赶紧撤离的要求下，于是在用头部的近防机炮摧毁了一辆前来支援的导弹车后，阿斯兰便脱离了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返回到了母舰上，而米盖尔则留下来继续战斗。此时他面对的这架新型机动战士，也就是强袭高达，虽然已经成功启动防住了几波攻击，但配套的操作系统却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并不能够稳定发挥性能与米盖尔进行战斗。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令米盖尔意想不到的情况，由于基拉的同学没来得及避难，结果就出现在了这两架机体的周围，很容易被这两架机体的战斗波及造成生命危险。于是基拉决定挺身而出，代替马流驾驶强袭高达，并调整了操作系统与米盖尔展开战斗。在边交手边不断调试的情况下，使得强袭高达的战斗性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最终成功使用2把战术小刀将米盖尔的金恩击破，失去了战斗力，迫使米盖尔选择开启自爆并脱离机体返回到了母舰上。尽管强袭高达遭到了自爆的波及，但在 PS 装甲的防护下并没有大碍。然后就是在殖民星外部的战斗也有了结果。首先是地球联合军的马赛3级运输舰被扎夫特金恩奥罗尔基破坏了推进器的方向舵，导致自身无法改变行进方向，结果径直撞向了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直接坠毁。尽管木一直拼尽全力牵制进行挽救，但战力存在较大差距，无暇顾及。不过接下来进行1对1的时候，木终于不负自己恩迪米翁之鹰的威名，再次抓住机会锁定住了对方，连续攻击成功，将金恩奥罗尔基击伤，失去了战斗力，最终被迫撤退返回到母舰，结束了这场战斗。而米盖尔和奥罗尔2名精英均战斗失利的情况，这让扎夫特感到了意外。克鲁泽对此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将决定亲自驾驶袭谷出击，收拾残局，同时发射信号弹，让剩余的一架金恩进行撤退。没多久之后，克鲁泽与木接触并发生了战斗。而对于木驾驶的莫比乌斯零式，此时的克鲁泽可以说十分了解空旷的宇宙空间，十分有利于莫比乌斯零式展开武器夹舱，从各个方向进行攻击。所以一开打没多久，克鲁泽就飞进了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通过殖民星内部的复杂环境与木展开战斗。需要一提的是，用于搬运新型机动战士的大天使号并没有被炸毁，而且还有一部分地球联合军的人员在爆炸当中幸存，这其中就包括了纳塔尔巴基露露少尉。在他苏醒过来了以后，很快就收到了基拉使用强袭高达发出的呼叫信号，接着便和阿诺德诺伊曼上士等人着手恢复大天使号的运作，尽快让大天使号出动与另一边的强袭高达进行接应。而这时的强袭高达为了防止扎夫特再次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抢夺，所以提前准备了强袭高达使用的武器背包，用于加强战斗能力。而另一边的木则陷入到了巨大的麻烦当中。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克鲁泽充分了利用殖民星里边的环境，化解掉了莫比乌斯零式的优势，成功将莫比乌斯零式的武器夹舱全部击毁，使得木陷入了很大的被动。结果在不停的躲避克鲁泽攻击时，让克鲁泽追到了强袭高达所在的位置。很快克鲁泽就发现了强袭高达的存在，于是便把目标转向了强袭高达。尽管木掉过头来阻止了克鲁泽，但还是被克鲁泽反手一击，失去了战斗力。就这样，木被迫退出了战斗。紧接着克鲁泽再次把目光瞄向强袭高达时，因矿区港口爆炸被堵，使得纳塔尔巴基露露将大天使号调转方向，并使用洋电子炮炸开了通往殖民星内部的通道，然后就这样出现在了克鲁泽的面前。但克鲁泽并未就此停下脚步，仍继续向大天使号和强袭高达发起了攻击。尽管使用上了强化的穿甲弹药，但依旧没有击穿强袭高达 PS 装甲的防御。紧接着大天使号向克鲁泽发起了导弹攻击，但都被克鲁泽以反击和躲避的方式一一化解。看到这个情况，基拉也驾驶已经换上炮装背包的强袭高达，使用高能脉冲炮向克鲁泽发起了攻击。结果该炮的威力大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不但瞬间击毁了袭谷的右手臂，还将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炸出了一个大洞。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将会造成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发生崩溃。而克鲁泽也吃了一惊，并开始意识到战斗的演变超出了掌控的范围，需要更新作战计划，重新部署应对，于是进行了撤退，返回到了扎夫特的战舰上。第一阶段的高达抢夺作战便到这里结束。
最终，扎夫特成功夺取4架地球联合的新型机动战士，被击毁 MS 1架，被击伤 MS 2架，重要人员阵亡1名。地球联合除去被夺走4架 MS 外，还有被击毁 MA 2架，被击伤 MA 1架，被击沉舰艇1艘，重要人员阵亡2名。剩下的奥布被击毁 MA 5架，被摧毁设施1座，重要阵亡人员无。